大家好，山寨币前面提到感觉很硬，而且以太坊$3000的支撑，反正分享了有几天，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是头肩底的支撑。那以及比特币$89,000会不会是底部？因为我目前的利润是还在持有，包括短线昨天分享的几个压力位，有朋友问我能不能去做空，那不然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反正$3000的支撑喊了有几天了，那或者这个位置有做多的朋友，昨天是发现以太坊感觉3000有可能是前面，也就是这个高点，可以看一下这边如果是一个左肩到这一个下灯线的位置，有可能是一个左肩的盘整区。然后下跌下去，这边如果是一个头肩底的那个头，然后我们看一下，也就是这个高点或者是这几个高点盘整的区间，它如果是右肩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高点连起来，有没有可能$3000会是头肩底颈线的支撑？也就是昨天群上面，昨天价格还在$3000哦。不过这个$3000我不是今天在喊啊，已经喊了好几天了，包括11月15号的时候都有提醒，以太坊有可能$3000会是支撑，这个记录是没有编辑过，包括比特币昨天在下跌的时候也是有提到，有可能这个89000它会是月线里面20MA 的支撑，所以昨天如果89000你有买的话，或者是等下再来聊一下，包括昨天的视频有提到的这个箱体。后面昨天是在群上面也是补充了一个观点，它不光是97000有可能是一个阻力位，那如果我给的这一些压力位，昨天是再补充了一个压力位，有可能是在94000，那早上的时候它就反弹到这一个白色通道这一个低点的位置，后面是跌到$93,000，所以我们回到以太坊日线的图表，那短线的以太坊我们应该要怎么判断啊？或者是这两根 K 线，反正日线目前是走了一个多头吞噬，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它目前上涨的趋势还没有出来。那我们可以把以太坊切换到4个小时的图表。好的一点是，就是这个箱体，它其实已经有几次下跌破，全部再回进去。那或者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就去观察3360附近，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是一个短线里面的压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图表，我们等一下从长线一直聊到比特币的4个小时。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比特币这一波牛市上涨以来，它这一个月线的20MA， 之前在 25K 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次要突破，后面又压回来，或者是甚至跌破，然后后面的上涨它是都没有踩到这个月线的20MA。那这一次这个89000有没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日线里面的那一个波浪理论，它可能下跌 A 浪的 1.382 位置，有可能也是重叠在这个89000。那有些朋友是担心比特币会再下去，我的观点是你也要防啊，因为毕竟简单去对比2万或者是3万或者是4万5万的比特币，目前的价格是在9万，你要买的话，我的观点也是一样，照样就是10万以上的比特币，一般是建议朋友们你要控仓，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历史上 20MA 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有过支撑，或者是有黑天鹅事件，它在牛市里面有可能会跌破，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来到这个 20MA， 就是牛市后面它一般是很少来这个 20MA， 就是在这个位置它后面有一个小幅的上涨，然后月线里面最终进入熊市，以及我们看一下2015年，它也是很少去踩这个20MA， 就是如果有回到这个20MA 的位置，在2018年的当时这个位置来到20MA， 最终价格有一个短线或者是1个月的上涨，但是最终又跌破这个20MA， 所以目前的位置，我的观点是你尽量也要控制好仓位。89000有没有可能会是底部？心里也没底哦。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我们先来看一下链上金鱼的数据，从$126,000的高点跌到现在的位置89000，跌幅也是达到接近 30%。然后就是发现昨天在这一个或者是昨天这一根收盘的 K 线，
也就是11月18号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现在是继续买了8300多枚的比特币，但是相反的散户持有1枚以下比特币钱包地址，也就是1天、2天、3天，散户是一直在卖。那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是一直有在判断比特币，也就是从126000美金的下跌，有可能到这个位置是它一个 A 浪的下跌，而且 A 浪下跌里面，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不是走了一个 ABC。A 浪、3浪的结构，然后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又是走了一个 B 浪的反弹，也是走一个1、2、3浪的结构，然后从这个 B 浪开始一直在判断有没有可能这边会是走一个1、2、3、4、5浪的下跌，但是5浪的下跌也是一直在猜它到底会跌到哪一个位置，94000啊，还是有没有可能9万左右啊？但是最终昨天跌到这个89000的低点。我们来观察一下黄金比例，如果 C 浪的下跌幅度它要等幅于 A 浪的1:1的下跌，或者是 1.382 的下跌，或者是 1.618 的下跌，那我们来看一下从高点，或者我们从这个低点拉到这个高点，也就是这整波下跌幅度里面的 1.382 的位置，我们拉一下来观察一下，把这一个幅度移到这个高点的位置，发现它这个低点大约也是在89000附近，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日线的比特币，也就是短期的蜡烛，这一根蜡烛它是一个多头的垂直。那一般以往的经验，像这种，也就是下灯芯是这一个实体2倍以上的这种 K 线，如果再配合上一根的这一根蜡烛，它下跌的话，按正常的熊市收盘应该要继续再来一根红色的 K 线，但是昨天来了一个单根的垂直，如果再配合前面的这一根蜡烛，它收盘是收在这一个实体里面，所以2根加起来代表下灯芯的这个位置，如果我们配合下方的成交量，你去看一下，也就是昨天的下跌，现在开始已经在放量，所以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底部？但是目前我的观点是，短期我们尽量先观察，有可能它会不会在这个区间里面盘整一段时间，因为目前的比特币它短线里面还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也就是昨天给的一个压力位94000，有可能就是昨天在聊的这个箱体。那昨天在低点的时候，它比特币这个箱体后面跌破，然后就是这几个指标啊，包括 KD 指标，低点价格是更低，但是很多指标低点是更高，很多指标低点是更高。4个小时的2个指标在底背离，背离一般都会有转折，所以昨天的视频也是有提到，你去看一下，它有可能不一定会跌得下去，短线不排除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价格会反弹。那昨天给的这个，有朋友是说要去做空，我的观点是，你不然去观察，它有可能这个位置盘整，不排除这一次会不会回到这个箱体94000的这个位置。当然你短线要做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短线的利润，但是也不一定哦。我们看一下，如果它价格再回进去，也就是昨天提到的，你去观察一下，只要回到这个箱体，它有没有可能会出这个箱体的上沿，最终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就是在这个盘整区97000附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狗狗币昨天也是很给力哦，就是这一根蜡烛，它既然是把前面这一根下跌的实体就是给它爆掉，那这个位置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头的吞没。而且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其实比特币再跌，狗狗币或者是有些山寨币，它这个低点基本上也没有跌破，而且下跌低点更低，那你配合日线的这个 MACD 指标，红色的柱状低点是更高，所以不排除狗狗币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箱体盘整上方一个很重要的压力，我们就观察吧，大约是在 0.18 附近。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